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本期的嘉生红丝竹音乐。每位学习者在琴弓上面的使用方法，都有赖自己的指导老师去教授。到底弓毛要调整多紧或多松？弓毛到底多少数量比较好呢？还有琴弓是轻一点好，还是重一点好呢？本期影片我们就为大家来一一讲解吧。我们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二胡的弓毛数量的问题。大部分琴弓在制造的时候，约莫都是以250根弓毛作为一个衡量标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超过250根，就算是偏多；少于就是过少。过多的弓毛容易摩擦到双弦，或者引发杂音，还有双音。过少的弓毛会让琴的音色及音量无法施展哦。这边给大家一个测量的方式，将你的琴弓用不同的角度去运弓。如果你发现怎么样都会摩擦到2根弦，那大概就是你的弓毛偏多，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，这样有利于你调整运弓的角度，也会改善琴体发音的状况哦。另外一个建议，通常弓毛会越来越少，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学习者擦拭松香的量不够，所以弓毛容易断裂。再来就是运弓的角度出现问题，所以才会不断的脱落。当演奏者的弓毛断裂时，我们建议不要用拔的，而是要用剪刀去理毛，因为用拔的动作容易将弓毛的束口处一起拔出，而且剪刀去理毛也可以将弓毛理的较干净整齐。弓杆的轻重其实非常因人而异哦。我们在帮学生挑选琴弓的时候通常会以学生的性别作为一个依据，也就是男性可以拿偏重，女性要偏轻。不过还是要微调哦。这边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如果你是参加团体班授课的同学，可以商借同学的琴弓来试用，自己去感觉哪把琴弓的重量更适合自己。一旦找到自己更顺手的琴弓，那就可以考虑是否要换成这样重量的琴弓。毕竟每个人的喜好不一，多尝试绝对会挖掘出自己的喜好。当你找出一把顺手的琴弓，记得跟你的指导老师讨论，让老师了解你喜欢的弓的类型。这边也方便老师告诉你利与弊哦。要了解一把琴弓，可以尝试演奏你现在已经学会的曲目。除了慢长弓之外还应该要有短快弓或者顿弓等等的演奏法，这样更能够全面的了解这把陌生的琴弓。千万不要一昧的演奏同一种运弓法，这样容易片面的了解而已哦。弓毛的松紧维系着整个演奏的状态，而且是最容易影响演奏者的。弓毛松紧其实也非常的个人化，不过我们有一句话请大家记住哦，初学者练紧，进阶者练松。也就是初学的学生弓毛可以偏紧，而已经脱离初学的学生，我们就建议可以将琴弓慢慢转松。二胡的演奏非常仰赖琴弓的弹性，也就是整把弓竹的弹性。一旦弹性消失，那二胡的演奏就显得疲乏。像是我们经常演奏的顿音，也就是依赖你的琴弓弹性，还有抛弓也是哦。这边我们来给大家一些建议，请你跟我一起来调整琴弓。我们的琴筒是6边形，可以将边长分成3等份，将琴弓的松度调整在上面的1/3左右，这是我们比较建议的位置哦。这样可以让内外弦都取得较好的弹性。演奏外弦时，弓杆不会过度的向下；演奏内弦时，
弓杆不至于上爬到弦的平面哦。如果我们将琴弓往下调整1/3，那会发生什么事呢？通常内外弦的控弓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宽阔。这边讲的控弓就是贴弦出力的行为，你应该会发现要使用更多的力气才能贴到内外弦，也就显示手劲的力道应该要加大加强。当然音色上面较为松软，内弦的紧度就要靠右手持弓去维持哦。我想这部分是比较困难的部分。看完以上的讲解后，我们来给大家做个总结吧。第一，弓毛大部分是250根为主，可以透过角度的变化来了解自己弓毛的数量是不是过多哦。第二，琴弓的重量可以尝试使用他人的乐器来了解自己的喜好，但是换弓之前一定要跟你的指导老师稍加讨论哦。第三，弓毛的松紧是初学者练紧，进阶者练松。记住以上的3点，那就可以让我们一起来重新检视自己的琴弓哦。我们是嘉生红丝竹音乐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